历史哥和馆长的影响力真的很有限，我们这里99%是武统，而且有20-30%是要起台湾。因为对大陆来讲，没有不统的空间。第二，武统、四统都顶，但它是一定要有条件来处罚。所以我做两岸交流，我在做减灾，避免直接碰撞，也避免血流成河。只有大陆人在舔台，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去舔共，可是今天大陆对于台湾同胞让利的比较多，这叫怎么舔？全世界有哪一个人可以去公然去反对自己的国族认同，而且还没有罪？这个是最荒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你要先回复大家的国族认同。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台湾在配合美国围堵中国的情况下，它有一个最底层的东西就是拒统，所以台湾现在已经变成统一 vs 拒统。那最后历史以有实力者为主，毕竟1949年之后，大陆拿到整个中国合法的治理权之后，那大陆永远的对手就是帝国主义，而最大的帝国主义就是美国。为什么现在很多大陆人非常希望武统？你想看，从民进党执政，甚至国民党执政期间，其实大陆人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委屈。那你今天国民党既然敢高举你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扣掉两岸治权，你面对共产党我没话可说，可是大陆同胞情何以堪？因为今天台独做了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就是他破坏的不是台独，是整个大家对于中国的中国认同。今天只是因为在西方的反共价值下，大家都不想当中国人了，甚至把对岸都不当同胞了。那你今天你身为国民党党主席，你唯一可以做的东西就是我们先维护在台湾的大陆同胞的所有人利益，你才能让大陆感觉到善意，甚至就是把你大陆当同胞。另外他更要去挑战教科书的修改，因为全世界有哪一个人可以去公然去反对自己的国族认同，而且还没有罪？这个是最荒谬的问题。你当中华民国的总统，结果你不承认中华民国，而且一点罪都没有。所以今天台湾光复、台湾未定论这个东西来讲，是你国史馆领着中华民国的纳税人的钱去反中华民国。你立法院不查这件事情吗？我觉得你国民党党主席好歹你可以强调这一点。日本殖民时期的时候，我阿嬷、阿姑还有舅父他们这一代，还有族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要拒绝皇民化。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现在历史都看不到？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你要先回复整个大家的国族认同，所以要跟对岸对等尊严的基本原则，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底下，所有的政治党派都可以有对等，都可以有尊严。这个就所谓的对等尊严。可是我们现在常常不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不把对岸那些同胞当自己的同胞，那你凭什么要求去人家讲对等尊严？今天最莫名其妙是你说国民党还是我们有些人去舔共，可是问题真正只有大陆人在舔台，因为舔共是说我要把利益送给他，求他对我好一点。可是今天大陆对于台湾同胞让利的比较多，这叫什么舔？我们对美国就是把利益送给人家，那个才叫舔。那我觉得国民党党主席，如果你还是以创建中华民国当初国民党为荣的话，学习孙中山吧，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荣誉为度外，这才是真正的政治人物，而不是投机政客。我是来自江西的坂田银时，今年18岁。关于国民党主席，其实大陆人这边可以说是毫不在意，因为我身边有非常多对于台湾问题非常关注的年轻人，但他们其实不知道历史哥，甚至也不知道馆长，而且他们对台湾其实都觉得这是青蛙啦。说句不好听的，对我们这里99%是武统，而且99里面有20-30%是要起台湾，没开玩笑。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代年轻人是非常能影响到中国大陆执政的。我身边有个朋友是共青团，他对于台湾问题，他想，既然台湾他不认为一中各表或者什么的，如果以后上任重要的位置，一定要把台湾人全部都赶到，不管是日本去也好，还是美国去也好。从小我们的教育就是台湾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同胞。为什么政府的思想教育既然完全和网络的民意不同？其实就是台湾的娃娃人少声音大，盖过了台湾上的和平派、温和派。他们到 B 站、抖音、快手去乱，天天说你们没有自由，你们打的都是残体制。特别是疫情的时候，说我们一点也不自由，不能说习近平坏话。其实我身为一个年轻人代表吧，我们初中就在拿习近平开玩笑，我真的觉得很可悲。现在大陆真的民意越来越极端了。馆长来上海之前和之后都是非常的支持柯文哲、黄国昌的，但现在大陆
陆人拿着他支持柯文哲和黄国昌泛绿人士去攻击馆长，其实是暗毒。如果连馆长的力量都不去团结，那最后走向武统，非要所有台湾岛内的各界人士都非常支持共产党决定，这不可能的。因为台湾岛内的环境不是一言以概之的，毕竟台湾和大陆分治了80年。对。让他们去支持共产党打心底，其实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本来我心里面燃起了一丝希望，就是武统至少不会来那么急，但现在其实我心里面是觉得有点伤心的。武统起台湾的这些人，他的核心理由是什么？没有核心理由，武统派他们也会上外网，青岛会叫我们支那嘛？我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同为中华民族，不管你是否认为你是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还是怎么样，至少身为一个同血的民族，你不应该以支那这个称呼来称呼我们，不仅是对我们的侮辱，还是对你自身的侮辱。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就以为台湾上大部分人都是青蛙，看这些傻逼言论太多了，心里面极端思想被爆发出来了，就叫没有任何理由支持他的理论，这很可怕。而且这样的思想不仅不再减弱，还一直在急速增长。我说句不好听的，历史哥和馆长的影响力真的很有限。大陆毕竟14亿人，而且短短的100天，馆长的舆论竟然直接翻转了。我作为一个合统派人士，我一定支持统一，而且支持非常和平。我是希望有一天大陆能跟台湾这里谈判好各方的条件，然后进行和平统一，而不是用导弹炸一遍台湾，离一遍台湾，然后让台湾几十万或者怎么样还是统一了。就像蔡正元讲统一不能和平，和平就没有统一，我觉得他其实讲的非常现实了，因为历史根本不可能和平统一。现在国际秩序下完全不同，我们不能以以前的眼光去看待现在的问题。只不过国民党选举他真的不可以完全避开两岸问题去讨论，特别是大陆民众思想越来越极端的情况下，两岸问题必须是主题。只要到那一天，历史哥一定会非常的愤恨大陆政府，这也是我十分不想看到的。如果连历史哥和馆长这种力量都不能去团结的话，那武统的意义在哪里？那怎么去治理台湾？台湾以后该怎么办？那这是根本不可能说清楚的。实在的话，第一个，当武统发生的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台湾自己有做不好的地方，我并不会非常的愤恨，而是我会对制造这样子情境条件的人很愤恨，因为对大陆来讲没有不统的空间嘛，这个是历史的背景。第二个，武统、四统都顶，但它是一定要有条件来处罚。所以我做两岸交流，我在做减灾，避免直接碰撞，也避免血流成河。那这个就需要花很多时间。那你提到也是没有错，我们在大陆影响力本来就有限，因为我们之前的主战场都在台湾，所以波士顿圆脸他突然传了一个讯息给我说，哇，你现在这个影响力了不得。所以很多事情要慢慢来啦。我觉得对台湾来讲，讨论大陆老百姓第二个基本的逻辑就是对方一定要统，你不要闻统色变，你把它去思考有什么可能避免激烈冲突的状况。如果你真的很不想统，那你就要回过头来讲，你真的想独，那你就要想为什么最台独的政党、最台独的政治人物上台之后，他依然没有独成功。所以很多事情要通过接触、讨论、交流，它是需要一点时间累积。我也18岁，但我台湾的武统，其实它真的就是情绪上的互怼。各位台湾的朋友，你就想你作为一个大陆人，你看到别人开口就是支那之语、繁体字，你的反应是什么？就我想揍你，我想打你。那武统用非常讽刺的说，这就叫做礼尚往来。第二，这个题目是北模的社会考科第6题，这算不算是作为一个考题在公然的攻击这个人，然后造谣？真的其实影响是很广的。比方说我们高3的选修课，它的标题叫做中国政治与区域和平，但是如果一个大陆人把这整章看完，我觉得他会非常的生气，因为就说用天网人民，然后不让你们说话。首先，除了青鸟以外，国民党对大陆、对共产党敌意也很大，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总之，它不是青鸟。举几个例子，今天群里一个国民党支持者一直要支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这个我们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他始终把法轮功那一套的东西认为是共产党的东西。这个事情其实在蓝营的相当普遍的，因为蓝营一直以来的反共教育，然后某种意义上，民进党是继承了这一个结果。对，大家把跟台独连在一起。我说最过分的，本群的原来有一位群管直接在群里面发了这么一句话：锅巴是本群的中国籍蟾蜍吗？问号。这个是一位台湾的群管发的，这个明显涉及人身攻击。前2天为啥会退群呢？因为对我的管理行为呢产生了不满。台湾跟大陆的群管在这个群里面有矛盾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关起门来吵，不要把矛盾扩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但实际上，这位群管公然的在公版扩大矛盾。然后我说你到底有啥问题呢？也不指出，反正就一味的情绪化，也没说干啥事儿。最后是愤而离群。就是这1年来我们遇到最多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没有辨别这种谣言的能力。像法轮功一张口就这个事儿，明显的是一种污蔑，是一种侮辱。但是在我们很多台湾人看来，这是一个言论自由。这个事儿是我们其实很长时间一直没办法接受的。这是我在这个群里面经历的。再说一遍，不是青鸟，青鸟不会来这个群的。总之，我希望两岸哪怕说是有矛盾没关系，咱们吵出个结果来，就别说不跟你吵，直接就留岛不留人了，这很恐怖的。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台湾现在很缺乏的一个点就是优越感可以有，但是这个优越是没有物质基础的，你的实力在哪里？现在说句实在的，台湾群众啊，可能还存在着那一点点的善意，以及我们谁想杀生呢，对吧？现在靠这点东西支撑着两岸目前一个和平的状态。其实就是两岸主客观形整体实力意味、中美形势意味，过去那一套肯定现在玩不转。可是你看国民党主席的选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国民党还是有些人沉浸在过去的模式里面。另外，两岸彻底失衡的情况之下，那台湾还如何的用武力去做呢？这是关键。